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甘。今天呢是我们久违的开箱环节。这次开箱的这个产品和以往呢不太一样，也是我个人期待了很久的一款产品，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这个来自 Noble 的 Focus Apollo。后面我就叫它阿波罗了啊。其实我们原生态做的这个蓝牙方面的产品其实不少了，真无线就不说了，很多。头戴的话，我们有那个森海塞尔的 Momentum 4，索尼的 WH1000XM5，还有 Focal 的 Basis 以及 Final 和铁三角的一些蓝牙头戴。可以说在蓝牙头戴这一块，我们的阵容还是比较齐全的。对了，还有宝华，老是把这个宝华这个给漏了啊，这个不太应该。比如说像这个宝华的 P8，那个颜值真的是高 ，BO 我们是不做的。我们日常啊，就是把这个头戴蓝牙这一块叫做这个3B 是什么呢？就是 BOSS、BNO 还有这个 BNW， 也就是宝华3个品牌。然后这3个里面，我们是有经销这个宝华的这些产品的。但是这3个品牌，相信如果说您了解过，这3个品牌它的 HiFi 属性不是特别的强的，更多的是偏重于耳机的外形啊、设计啊，还有颜色这些方面。您看他们的这个销售模式就知道了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潮品店，在我们这种 HiFi 品类占据主导的店铺里面是非常少见到，比如说像 BOSS 还有 BO 的。那这一次的这个 Focus 阿波罗，为什么要说我要去期待这么一款产品呢？原因就是这是一款将外形与 HiFi 理念，也就是发烧理念，把这2方面把它结合到了一块的一个产物。在这2个点当中，它所取得的这个平衡点，我认为做的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里再岔开一下啊，就是大家也知道，高端的蓝牙头戴市场还有几个品牌，比如说像达尼、T+A， 还有那个铁三角，这3个里面声音暂且不论啊，就外形这一块，可能也就铁三角做的还好一点。而像另外2个品牌，也就是达尼和那个 T+A， 那个外形做的有点一言难尽。还有我们在销售的那个 HiFi Man Arena BT 啊，那个外形也有一点一言难尽。为什么我要提外形这个事情呢？除了对颜值方面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以外，我认为蓝牙头戴降噪耳机这个品类，它的一个设计定位是给您或者说给到用户出街使用的，也就是在户外，比如图书馆、咖啡厅、旅途当中啊，还有办公室啊这些场合当中使用的。如果说这种类型的产品它的颜值不太好看的话，我相信您不一定有勇气把这个耳机戴到头上去出街，对吧？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您是在家里用，那么颜值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些，但是如果说出街用的话，这个颜值方面多多少少我们还是要带一点要求的，对吧？这一次的这款 Noble 的 Focus 阿波罗，它的一个零售价是5000多块钱，这个售价我认为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的。因为 Focal 的那个 Basis 也是5000多的一个售价，但是那款耳机的销量不瞒大家说啊，很好，算是一款口碑与市场双丰收的一款产品。那这一次的这个 Focus 阿波罗能不能够逆袭？接下来我们就来开箱看一看。首先简单说一下蓝牙方面的这个技术参数，蓝牙 5.3 LDAC、aptX、aptX HD， 然后主控用的是一个 QCC 3084。续航的话，根据官方的说法是开启 ANC 是60小时的续航，关闭 ANC 是80小时。那这个的话，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多多少少要打个折扣的。但是我认为，就是60个小时的这个时间，你再怎么打折扣，打个8折，那也有40多个小时，绝对够用的。其实这款耳机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机，之前展会的时候他们这一款没有提供真机试听，所以我也一直没机会听到。这个包它下面没有配件的，等于说所有东西都在这个包里面。这个包从我的角度来讲啊，设计的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厚，耳机应该没这么厚吧。它这个细节这一次做的还可以，这上面这个还贴了一层膜我还记得之前老是说这个 Noble 祖传配件，那这一次在这个蓝牙头戴上面终于是迎来了一次大更新。这款耳机在单元方面是有一些独特之处的，大家知道在头戴式耳机当中有一些异类啊。什么叫异类？就是我们知道在入耳式耳机当中玩双单元10几个单元，这个都不稀奇，对吧？但是在头戴里面，大家不妨想一想，在头戴式耳机这个品类里面玩双单元这种结构形式的有哪些型号？我这里有一个这个动圈加动铁，市面上应该就这一个啊。它这个是 Final 的 Pandora 6，也叫 Solaris 6，它里面就有一个我能摸得到，有一个小的一个动铁单元在这个位置。
所以说它在高频方面的这个表现还是有两码刷子的。还有一个型号也比较偏门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松下的那个 T700，那个耳机是双动圈的，是用50毫米加14毫米的一个组成架构，其中14毫米是负责高频的。但是那个耳机我一直无缘听到啊，在海内外的这个论坛上面见到的讨论也比较少。那这里我说了2款，我所接触过的第3款双单元的就是这个了。这款 Noble 的 Focus 阿波罗是40毫米的动圈加14.5毫米的这个平板。其实14.5毫米这个平板呢，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疑问的，因为这个尺寸我们往往是在耳塞当中见的比较多，在头戴里面用这种面积的以及这种架构的是绝无仅有的，可以说是世界首款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看，还是能见到一些熟悉的东西。这个之前放耳套的袋子啊，但是当然这里改过了。为什么？我看到这个我有点怕，为什么？因为 HiFiMan 有一个蓝牙耳机，就接电话必须要插这东西才能接。等一下再研究。转接头。不瞒大家说啊，这个产品因为是昨天刚收到嘛，但是我又急切的想听一下它的这个声音表现到底如何，所以甚至于都没来得及看官网的介绍，就急吼拉吼的把它打开了。这些先不管它，看看线。看到这个线，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对，哇，是这样的啊，它这个耳机。它这里配送了一个3.5转4.4的转接头，但是根据我所掌握到的信息，它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4.4平衡，而仅仅只是一个转换头而已。目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用家去连接我们手头的小尾巴或者说播放器的4.4，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有小尾巴这种设备嘛，而且3.5和4.4之间存在一些客观的声音差异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不妨试一下，研究一下。我大概明白了。这款耳机它是这样的，它的一个降噪效果我还没试，但是它因为有3个那个降噪麦克风的关系嘛，所以说它的一个降噪效果，我认为不存在太多的顾虑。它也是支持通话的。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？没错，它是用来给您更好的接收您的语音信号的。我把它插上去看一下效果。这个设计就是让您跟队友能够让队友听得更加的清楚，因为这种外置的，再加上它的一个指向性啊，它的一个收音效果肯定是比耳机本身的要好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款耳机除了我们用来听音乐以外，打游戏方面说不定也是一把好手。当然了，这个模块其实我们日常用的话是用不到的啊，因为它耳机本身就像前面说的，它耳机本身也是支持通话的，虽然效果没有这个这么的好，但是我们应对日常的电话之类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感受一下它的佩戴。两款的佩戴感差别不大，我是和这个 Focal 的这个 Basis 比的，然后耳机两边都有膜。这款耳机它的一个触控方式不是这种，就是像索尼的那种，就是可以滑的，它是实体按键形式的，就是通过在这里摁，有 ANC 啊、音量加减这些。这个的话，我认为倒是挺好的，因为你按键其实要比触摸要更加的直接。在我们操作方式上面，你只需要手碰上去之后，然后直接摁就完了。特别是在头戴这一方面啊，你这样去，你这个画十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画十字，就是调整音量，你直接摁不就完了吗？会更加的直接，而且更有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设计我认为还是不错的。Focal 的这一款也是这样的。迫不及待的想感受一下这个动圈加平板的实际效果了。好听的，好听的，不用听了，不用听了。声音方面大家尽管放心，虽然没有仔细听啊，但是它的一个声音站稳这个价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因为就像前面说的嘛，我们像那个阿米罗啊、Basis 啊、阿莲娜 BT 啊，我们都有销售。那对于这几款产品的这个声音水准，其实我们自己心中都是有数的。这款阿波罗的话，在这个价位不用担心，在声音方面的话，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风险，而且还只是用 iPhone 的 AAC 蓝牙连接，是它几种模式里面最差的一个。我相信，如果说您用 LDAC 或者 aptX，或者说上4.4的播放器之类的，那它所获得的一个声音效果应该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提升，会比我现在听到的还要好。刚刚去找了一根线，想试什么呢？对，就是这个，看看它能不能够做那个 USB DAC， 因为这个功能现在在很多品牌上面都是支持的嘛。接上电脑看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之前我还担心说啊，这个耳机既然都已经支持线路输入了，
耳机哪怕没电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也可以用模拟端去进行一个聆听，对吧？那会不会说砍掉一些功能，比如说像 USB DAC 功能？因为 Focal 的这个耳机我们知道它是支持 USB DAC 的嘛，而这款耳机，所以我就担心是不是把这个 USB DAC 功能给它砍掉了。但是刚刚我连上电脑之后，很快就跳出来了，显示 Noble Focus 阿波罗，直接就可以输出数字信号给这款耳机进行解码和放大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款阿波罗耳机在功能方面应该是一个拉满的存在了。它除了我们传统的就是 3.5 的有线输入、蓝牙输入这2个基本功能以外，还支持 USB DAC。那这3种模式里面，哪种模式声音最好听？这里不妨做一个猜测啊。最好的一个方式应该是您有播放器，比如说像 Can Ultra 啊，或者说一台天音座3代这样的台式解码放，去驱动这么一个设备。当然了，这样有点本末倒置啊，因为这种连接方式往往是给我们有线耳机，也就是给我们的纯有线耳机去做适配的，而不是给这种蓝牙耳机。但是它至少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拓展空间，对吧？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是不错的。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 USB DAC 了。如果说您手头没有我前面说的，比如说像播放器啊，或者说解码耳放啊这些东西的话，您手头有一部 Type-C 接口的手机，或者说一个电脑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建议您用 USB 的连接方式去与前端设备进行一个连接。因为 Focal 的这个耳机啊，就是明显的 USB DAC 要比蓝牙这些方式要好的。因为厂家在调整的时候，往往是一体化调整，它会考虑到解码放大单元之间的这个匹配度，所以这种连接方式我认为可以排到第二。最后一种方式就是蓝牙下面的 LDAC 了。LDAC、aptX， 最后才是 AAC、SBC， 对吧？当然了，几种方式都有，我们想怎么听就可以怎么听。想简单一点就蓝牙，想复杂一点，你接个播放器，接个 USB 都可以。声音方面也没有什么槽点，还有什么槽点？因为之前拍那个 Noble 的视频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吐槽的嘛。这一次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吐槽的点啊。外形的话，我认为也不错，佩戴感也还行，重量也适中。不行，必须要找点。对，有一个，就是这个包。看外面还可以，看里面好像其实也还行，好吧，这一次确实没什么槽点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就是前面说的那个4.4的问题，它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4.4，这个也需要适当注意一下。我个人对于 Noble 这款阿波罗耳机非常满意，不容易啊！我对这些消费级的电子产品其实还蛮挑剔的。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说大家拿回去的话，大部分时间都是通勤用嘛，所以说在一个产品上面要满足多个维度的话，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。好在 Noble 这第一款头戴蓝牙耳机就交出了让人欣喜的这个答卷，不错。这个耳机因为它声音确实不错，等一下我简单的录个原试听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40毫米动圈加14.5毫米平板所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因为14.5毫米这个尺寸虽然在头戴耳机当中是小平板，但是对于耳塞来说的话，它是大平板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对于前端的驱动力是存在客观的要求的，而偏偏用这种头戴蓝牙，它因为它电池大嘛，所以说在续航方面它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，毕竟标称开启 ANC 都有60小时了，所以它反而能够发挥出这种14.5毫米小平板的这个优势。所以它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的恰当，能够把2种不同类型的单元整合到一块，并且最大化的发挥出它们的这个潜力，这一点我认为做的是非常到位的。好了。最后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，咱们直接上原视听。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头，有几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珍重，眼儿也朦胧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，层层的相思也悠悠，它
there's a girl, but I let her get away. It's all my fault, '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. And I'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, the one I let get away. I keep saying no, this can'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. I keep saying no, there'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.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body. Can't let them get away, oh no, you don't.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. Back row of the drive-in show in flickering light. Pop-corns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. Drinking champagne and caviars.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's night. 这一款耳机接下来在我们原生态的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都会陆续提供样机试听。如果说您对于这种新形式的架构，也就是40毫米动圈加14.5毫米的平板，这种架构所能表达出来什么样的声音，比较好奇的话，那您一定要到我们的门店来实际的试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样。好了，本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开箱再见。